曼谷车展。但是这期视频的开头，我想说，在前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国内的工信部消息，它申报了一批新车，在这其中就有我身旁的这台 ES90。那刚好呢，我们今天在曼谷车展就可以去近距离的体验它。 那泰国呢是东盟国家首个发布 ES90这款车的一个国家。那目前呢，现在已经是上市的状态，售价是299万泰铢。那因为呢，在泰国市场它只提供 Ultra RWD 这个版本，所以这次我们就依照着这个版本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作为一个纯电轿车来说啊，虽然说前脸 沃尔沃很多标志性的设计它都没有缺席，比如说雷神之锤的大灯，然后还有这个安全带的车标。但是呢，整个封闭式的前脸，我觉得还是给了人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呢，作为一个纯电的豪华大型的轿车，它的整个的长度相比起它即将替代的 S90要更加的大，它的车长已经来到了5米的轴距也是超过了3.1米，并且呢，相比起同级别的宝马 i5，虽然说车长要稍微短一点，但是呢，它的轴距 是已经长出宝马 i5 100多毫米，然后除此之外呢，虽然说泰国目前只提供299万的，其实也就是比较入门的一个版本，但是呢，它的整个配置是一点不差的，比如说主动的空气悬架，然后呢，包括隐藏式的门把手，然后以及电吸门。那预计呢，我们会在国内看到一个带有激光雷达的版本。那目前这些呢，都是根据泰国版上面的配置去推测的。那具体国内版本它将会有什么配置，我们就期待一下。那整个车辆 外观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内看的，要么是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要么是直接是一个机械加隐藏式组合的一个门把手。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在解锁状态下是这种半翘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目前国内的车型上面都没有见过的，这个理念很新颖。 好，来到 ES90的车内啊，其实整个车内依旧是延续了我们熟悉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那种简约的设计，很有北欧风的味儿啊。那可能大家在屏幕上看的并不是很明显啊，其实在它的仪表台前方，然后包括车门饰板，甚至座椅后方，其实它都是搭载了很多这种白色的实木饰板，同时呢，内部还有氛围灯的搭载，所以整个车内的氛围感也很强。只不过我觉得它这个白色的实木饰板的好处就在于， 它不像其他那种原木色的饰板，看起来会有一点点老气。那这个白色就更有北欧风的感觉了。那除此之外呢，它的中控屏也是用到了一个14.5英寸的竖向的大屏。那内部搭载的也是沃尔沃 UX 的一个车机系统啊。然后呢，手机互联呢是支持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那同时呢，饰板上也是有入了摩斯密码，解码之后它就是被翻译为沃尔沃的品牌标识。 其实整个内饰的配置呢也不低啊。首先就是前排的座椅的通风加热，然后包括主驾驶位的这个座椅按摩都是没有缺席的。那我坐上这台车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就是大厂做出来的电车确确实实是有它不一样的点在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整个坐姿非常的低，而且我的整个视角看出去啊，我觉得开上这台车在路上其实很有那种低趴的贴地的感觉，这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纯电车都无法带来的体验。 那除此之外，后排的整个配置，我觉得在豪华车型的一个偏入门车型上，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豪华的配置了。我们去后面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好，来到整个 ES90的后排啊，那其实首先呢，我觉得毕竟它轴距已经超过了3.1米，所以整个腿部空间的这个余量是非常的可观的。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这台车它在头部空间没有给到特别多的压缩。你看我1.7米的身高坐在这里，我觉得整个的空间感还是很宽敞的。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啊，不管是前排座椅还是后排的座椅，它都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够用。那前排座椅的问题就是，虽然它很低趴，但它显得有点薄。那后排座椅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坐垫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短的，它对于腿部的承托，我觉得没有那么的足够。不过后排座椅的坐垫的好处就是它可能就会更加的厚实柔软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后排座椅配置其实也不低，你可以看到在门板上它就有后排座椅靠背的这个前后调节。那后排中间呢还有一个行政扶手，然后我刚刚去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行政扶手它滑下来的这个阻尼感非常的强啊，所以就造就了它这个后排，你看，包括它的杯架，感觉都非常的有质感。
OK， 那动力方面，我们在泰国看到的这个 Ultra 的版本，它所搭载的是一个后置的单电机，那最大马力可以来到333马力，峰值扭矩也是265牛米。但是呢，在泰国没有的版本上面，就是更高配的版本上面，它的马力会更大，那0-100加速呢也是能够来到4秒的级别。那这个级别呢，相对来说啊，它就有一点性能小怪兽的感觉了。那除此之外呢，这台车它还搭载了一个92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那在 NEDC 的标准下，它的续航可以来到755公里，并且呢 ，ES90也是沃尔沃首款搭载了800伏电器架构的车型，这是直流快充，从10%充到80%就仅仅需要20分钟。目前呢，其实这款车虽然只是在工信部申报，但是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具体在国内什么时候上市啊，因为现在泰国是已经开启交付了，预计的话，国内可能会推迟到2026年的上半年或者年中。